当乌俄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英德等国都相继给乌克兰送去温暖，其中主要以轻武器和单兵飞弹为主。除了我们熟知的开罐神器 NLAW 与针刺便携式飞弹和标枪之外，波兰也向乌克兰提供了雷霆便携式防空飞弹。雷霆由波兰装备技术军事学院与斯卡日科火箭设计局所研制的72毫米口径便携式飞弹，其俄罗斯的针式便携式防空飞弹很像，那是因为雷霆的原型其实就是俄罗斯的针式。虽然波兰没有获得针的生产授权，但是其情报部门在90年代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内混乱，花钱买到了针式便携飞弹的设计资料，波兰就在此基础上研发出了雷霆。相较于原版，波兰改进了导引头和发射装置，新的导引头加大了飞弹市场，提高了抗干扰能力，并且换用了激光陀螺，发射装置则是增加了迎头和尾追拦截方式的模式。雷霆与大多数的便携式防空武器一样，为肩扛式防空飞弹，长度1440毫米，重量16.5公斤，飞弹本身的重量为10.5公斤，并且配备了一个1.27公斤的高爆炸片弹头。外形根据鸭式布局研制，前部有空气动力学方向舵，后部有4个开启稳定器，使用红外制导系统，它可以锁定目标的热表面，比如喷漆发动机或者涡轮排气，并且可以预测目标运动。雷霆的引爆方式是接触引爆机制，一旦击中目标就会引爆，最远可以达到5.5公里和3500米高度的目标，命中概率与俄罗斯针式差不多。飞弹对未受保护的战斗机的命中率为30%到48%，如果目标使用反制措施，命中概率会降低到24%到30%。作为便携式防空飞弹，雷霆可以由1名士兵操作，准备发射武器需要5到10秒。其还配备了 Reaver 生产的 IKZ-02 敌友识别系统，让操作员可以通过计算机终端和个人通信手段获得空中情况。飞弹在空中飞行时可以清楚地看到目标，并实施精准打击，保证了己方战机免遭己方防空飞弹的打击。其配备的热成像仪等选项配件允许雷霆在任何天气条件下使用。其瞄准和触发机制内置在握把组件中，发射器是一次性的，可以用完即弃。不过握把和热电池冷却剂组件单元是可以重复使用的。飞弹发射后，使用者可以迅速将握把组件移除并连接到另一飞弹上，整个过程极为方便。在实用性这方面，雷霆也与大多数的便携式飞弹相同，可以作为独立武器，也可以连接到高射炮上，充当防空飞弹底筒。比如 ZOD-232KG 高射炮支架上就可以设置2个雷霆飞弹的发射器。雷霆也可以作为舰艇的防卫手段，可以安装在现代化的罗贝尔2型舰炮上，其的舰空型号也可以装备在直升机以及轻型飞机作为自卫武器。凭借着出色的性能，雷霆在国际上的销量也不错。07年的时候，格鲁吉亚就购买了30个雷霆发射器和100枚飞弹。在2008年的俄格战争期间，总共向俄罗斯飞机和直升机发射了12枚雷霆飞弹，命中了9枚。所以也有人猜测苏25可能就被雷霆飞弹击落，事实到底如何我们也不得而知。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作为一个便携式飞弹，雷霆的性能放到现在其实并不是很出色，于是波兰就对其进行了改进。2006年的时候， WAT 技术军事大学就牵头研发了雷霆飞弹的先进型号，并取名为闪电，主要目的就是提高速度、射程和高度。为此，闪电配备了一个更加灵敏的引导头和新的火箭发动机，可以使其在6公里的范围内4000米的高度击中目标。相比较最初型号，闪电战斗单位的重量增加了10%，使用了新一代的高能炸药 CL-20， 威力上更胜一筹。在引爆方式也采用了近炸引信，即使错过目标，也可以在其附近引爆，将击中非机动目标的概率增加到了70%。在波兰援助乌克兰的武器中就有闪电的存在。将其与美国针刺、俄罗斯的针系列相比，波兰的雷霆又能排第几？针刺全弹重15.65公斤，飞弹射程300到5000米，射高在10到3000米，命中概率大约在75%，采用鸭式气动布局，基础性能与雷霆相似。针刺防空飞弹同样有2种引爆方式：预制破片杀伤式战斗机以及触发引信。引信和炸药都装在一个圆柱形壳体内，战斗部质量为1公斤。当飞弹飞离使用者达到安全距离后，引信才会打开。
并且发射后20秒内飞弹没有拦截到目标，就会自毁电路引爆战斗部。与雷霆不同的是，针刺是世界上生产规模最大、列装范围最广的单兵防空飞弹。其最大的优点其实就是射后不管，使用者一旦按动发射按钮，飞弹飞离射管后，射手就可以装配另外一枚飞弹，用于下一步的交战。整个过程不超过10秒，或者移动到另一个作战位置。而且针刺还具有双模引导、红外线和紫外线双波段追踪，加上软件控制，能够提供全方位探测和自导引能力。当飞弹接近目标时，导引头在碰撞目标前的1秒内启动目标适应引导电路，去调整弹道从尾喷口排气热流，从而转朝向目标。而且同样配备了敌我识别器，避免误射。当射手在光学瞄准器的视域中捕获目标时，只需要按下 IFF 呼叫开关，该系统可以在 0.7 秒内给射手一个音频讯号提示，告知目标是友军或无法识别。平常这个功能的作用不大，但是当战场情况比较复杂时，可以保证可以对敌方飞机实施有效打击。俄罗斯的针系列，我们就来看看针 S。顾名思义，它就像针锋一样精准灵巧，价格非常低廉，并且其作战特别高效。该飞弹系统由俄罗斯机械设计局研制，最大射程为6公里，最大射高为3500米。它和针式比较来看，针 S 在爆炸物填料方面要多很多，在飞弹爆炸后产生的碎片也大量增加。该飞弹的最大变化体现在战斗部上，它的战斗部采用了近炸引信，这种引信的引爆算法能够保证飞弹作战部在接近目标的最佳距离爆炸，显著增强飞弹的打击精度。值得一提的是，雷霆便携式防空飞弹其实还有一把锁——肩扛式防空飞弹。因高度的便携性以及对民用飞机的破坏力，一直被视为需要管控的敏感军用物资。其中波兰就有2套雷霆便携式飞弹，就出现在了乌克兰的顿巴斯地区。但是当时乌克兰政府压根儿就没采购过雷霆，很显然是从战场上遗留下来，并且不知道为何出现在了乌克兰。为了预防出现这种情况，波兰为雷霆系统配备了独立的激活代码，防止未经授权的用户随意使用。不过这种安全装置到底是如何实现的，还是不太清楚。不过关于便携式飞弹的管控其实早就存在。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向阿富汗反苏武装提供了大量的针刺单兵防空飞弹。为了避免战场的装备落入恐怖分子的手中，美国在冲突结束后就开始了回购未使用的飞弹。作为占据便携式飞弹市场半壁江山的美国，目前或许已经开发出某种终端使用控制机制，可以防止便携式防空武器在制定区域内或时间以内使用，比如通过全球定位系统构筑地理围栏，限制飞弹的发射地点，或者依靠某种定时器的硬锁定功能。而且一直都有传闻认为，巴基斯坦等国家的美制 F-16战斗机都装有远程熄火装置，美国可以通过遥控禁用这些飞机的部分作战能力。对此，各位朋友是如何认为的？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下期见。